现在的花花真的是强的可怕，不仅能不依靠任何辅助站立起来，还能徒手掰断小树搞破坏了。因为昨天成都下了雨，今天早上天气很凉爽，外场营业的花叶姐妹俩异常的活泼，特别是花花跑起来一颠一颠的，像是脚底装了弹簧。玩嗨了的花花显然是有点忘记自己局长的身份了，就这么水灵灵的把小树扳倒了。花菊倒地的一瞬间，很明显身上的肉都颤了一下。有一位江苏的网友调侃说，花花倒下的那一刻，江苏有强烈的震感，真是一点也不给花菊留面子。花菊干的这件大事惊呆了叶秘书，直愣愣的站在那里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给局长摆平了。后来还是连忙致电了金主爸爸，金主爸爸也是很给力，从床上蹦起来给花花买单，毕竟花花的账单还是很稀有的。之前花花折断小树枝护犊子的金主爸爸还说那是花花在亲吻小树。花花今天特别的兴奋，一直在场地里跑来跑去，跑到靠近妹妹的地方还会停下来，她像是在等叶子冲过来。叶子还没出现在镜头里时，花花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，结果叶子只是从她身边经过，花花还去偷袭了躺在吊床上的叶子，一顿输出后撒腿就跑，开心的抱着一根树枝连翻了几个跟头。叶子也偷袭了花花，把花花按在了地上翻了个滚，叶子偷袭完就撤退了，花花还略带碰瓷意味的连翻了几个跟头。花菊和叶秘书的晨练也很有意思，兴奋的花花姑涌着去挑衅妹妹，叶子一脸无辜的看了一眼游客，像是在说姨姨们要给我作证，我接下来做的事情可都是正当防卫啊。于是先咬了一下姐姐的角角，又咬了一下姐姐的朵朵，花花肯定也是不甘示弱，咬住妹妹的头套不松口。玩疯了的花花都把自己的小脸搞脏了，电量耗尽就趴在木架上睡觉了。回到玻璃房的花花心情也很好，开心的在地上打滚，做了一个鬼脸后，两脚一蹬，就这么水灵灵的站起来了。看来谭爷爷的体育课是真没白上啊。花菊为何如此生气？原来是叶秘书最近总来挑衅花菊。面对叶秘书的约架，花菊每次都会勇敢应战，只是花菊这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伤害却不足 0.5， 每次都是送上门去让叶秘书拿捏。但花花真生起气来，叶子也是很害怕的。叶子这天一不小心把花菊扔下木架，看到姐姐掉下去的瞬间，明显能感觉到叶子慌了，心想完了完了，这下玩劈叉了。所以花花真生气的时候，叶子就会飞快地爬上树。别问为啥花菊不爬树去追叶子，而是在地上急得打转，那肯定是因为花菊作为公众雄物，不会在公共场合做这种危险动作。当然，叶子大多数时候还是会放水让姐姐。看叶子这假摔动作可真是太刻意了，毕竟花菊只负责美丽武力值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即便是这种远程嘴炮式输出都能把花菊累倒。所以叶子每次和姐姐打闹都特别注意分寸，看到姐姐不还手，叶子也就不再闹腾，而是轻轻抱着姐姐贴贴。看得出叶子真的很喜欢她的大头姐。花花也特别喜欢黏着叶子，姐妹俩会紧紧贴在一起吃饭，会紧紧抱在一起睡觉，还会悠闲地躺在台阶上一等下班。希望天下第一好的花叶组合可以陪伴彼此更久一些。看到陈圆润对花花爱不释手的样子，才明白这样无私的小狗女士值得被所有人喜爱。因为成功妈妈生花花和叶子时已经20岁高龄，所以鉴于成功妈妈奶水不足和身体健康等原因，在花花和叶子9个月大时便被分别交由干妈照顾。在花花被送到圆润院子里的那天，圆润一出外场就看到躲在角落有些惊慌失措的花花，即便是第一次见面，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小朋友，并尝试舔舐花花，安抚她不安的情绪。从此他便特别关注这个从天而降的干女儿，睡觉的时候要抱紧贴贴，会陪着花花一起玩耍，发呆的时候也要贴在一起。特别是有时花花贪玩会忘记喝奶，圆润就会叼起花花，把她带到一个可以靠着的地方，主动给花花喂奶。因为花花吃东西总是慢条斯理的，每次吃奶都要半个小时起步，即便圆润喂奶时的辛苦肉眼可见，但他也不会拒绝给花花喂奶。吃完奶的花花自己都累得大喘气，但圆润还没有要休息的意思。只见圆润叼起花花，让她平躺下来，然后不停地舔舐着花花的肚肚，帮助她排便。花花也舒服地发出嘤嘤的叫声。由于花宝鸡天生就脚掌外翻，圆润就经常趁着花花睡着的时候，轻轻地抱起花花的腿，不停地舔舐。圆润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尝试减轻干女儿的症状，虽然他也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，但他明白这是他唯一能帮干女儿做的，所以圆润便不厌其烦地一直重复着。陈圆润女士就连看向花花时都是满眼的温柔，
这天下着小雨，花宝鸡想跑出去玩。圆润因为怕他淋雨会生病，于是叼起花花就往内舍拽。但倔强的花花一会儿又跑了出来，非要出去玩。而圆润对这个不听话的小朋友并没有打骂，而是再一次的把花花叼着拽回内舍。就这样，花花和圆润反反复复进行了5个回合的拉锯战。或许正是因为花花感受到了干妈的疼爱，才敢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做一个任性小孩吧。这天本来花花在木架上玩耍，而圆润在下面惬意的干饭。看着一直扑腾的花花，开始时圆润以为他在调皮，还一脸姨母笑的看着游客，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宝贝女儿。直到他看到花花挣扎的越来越厉害，才意识到花花可能是被木架卡住了头，于是赶紧想办法施救。经过母女两雄的努力，花宝鸡成功从木架里脱困，但也不小心跌落木架。圆润就立刻抱起地上的花花，不停的安慰，像极了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孩子的妈妈。可以说，圆润对待花花不是亲生，却胜似亲生。圆润会分享自己的生日蛋糕给花花，却对自己调皮的亲闺女二狗狗一脸的嫌弃。花花还会跟干妈一起教训不听话的二狗姐。虽然花花从小离开了成功妈妈，但也幸运的遇到对她视如己出的陈圆润女士，是她用无私的爱给了花花一个快乐又充满爱的童年。花花的腿到底有多长？长到她走着走着肚皮都要触地，就算花花站起来也看不到腿在哪里。这是荷叶1米的大长腿，这是花花0.1米的小短腿。花花和叶子走在一起，叶子要比花花高出1/3，站起来基本上就高出1/2了。我姐去年身高1米1，今年还是1米1，但我姐去年只有100斤，今年她却有200斤了。哈哈，我姐是不是太搞笑了？但就是这个走路外八的小短腿，却俘获了小编的心。花花就是看一眼就会爱上的完美小熊，一举一动就能治愈很多人的心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自花花的美颜暴击。看得出她是公主，她不需要冠冕。看得出她是公主，她会改变世界。看得出她的心态，表露在她的微笑。看得出她不烦风帆和她纯美的发型。小八和脆半斤真的是一对神奇的组合。小八喜欢吃笋尖尖，半斤喜欢吃笋屁屁。白天假装不太熟，晚上却在一起亲亲抱抱又贴贴。原来他们并不是不熟悉，而是拿大家当外人了。网友调侃说他们这是见不得光的友谊。半斤是一只超级哀熊，而且内心戏特别足。小八每天都坐在地上端端正正的吃饭，半斤则要打包到树上吃，吃完了再下来打包上树。他有时甚至不允许自己和小八有半点肢体接触。当他下木架的时候，如果小八坐在木架下面，半斤哪怕是已经下到小八跟前了，他宁愿折返回去，也不愿意和小八有身体接触。但无奈他自己又很想下来，于是过了一会又再次尝试，眼看小八还是没有要让开的意思，半斤在那里犹犹豫豫，想下又不敢下。谁料就在这时，半斤突然给了小八一巴掌，把小八的笋都吓掉了。半斤上树时也是一样，如果小八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他也是反复试探，但是又不敢碰到小八。如果是别的小熊，恐怕早就从小伙伴身上翻过去了。也不知道半斤小年纪怎么会那么拧巴，而且他还喜欢趴在树上观察小八的一举一动。小八要比半斤外向很多，喜欢和游客互动，也喜欢翻跟头。他俩在一起的日常画风很搞笑。小八心大，主打一个什么都视而不见；半斤内心戏太足，主打草木皆小八。但在吃的方面，半斤的洁癖好像又消失不见了，因为小八喜欢吃笋尖尖，笋都是扔一大半，只吃一点点。这时候半斤就坐在小八身边，捡小八扔掉的笋屁屁。难道半斤是喜欢小八口水的味道吗？